我们今天的辩题是有这个按钮要不要按，而不是要不要这个按钮。所以按钮已经在了，然后我觉得要按的时候，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时候按。你随着年纪一岁一岁过去，你会发现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可是爱情为什么让我们这么累？爱情为什么消耗掉我们这么多的心力？因为爱里面充满了误会。刚才潇潇一直提到无怨无悔这些形容词，我很少看到无怨无悔的爱情，我看到患得患失的爱情。谈恋爱的人为什么会患得患失？因为弄不清楚状况。我们最累的就是想要搞清楚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女生陪一个男生度过了20年之后，为什么会哭着对他说，我把我人生最好的20年都浪费在你身上？因为他没有及时知道他应该知道的状况。爱情让我们这么累，就是因为我们耗费极大的心力，想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搞不清楚。所以这个按钮不是只叫我们改进而已，这个按钮要我们学会什么时候放手。有的事情可以努力，有的事情无法努力。所以你如果读任何的文学经典，张爱玲写的《倾城之恋》，男生一直在用调情的方法勾引女生把整颗心掏出来，而女生因为战乱的关系，家庭经济的关系，一直只想要找一个有经济能力的男人来依靠，直到战火来临把整个城给摧毁，男女双方才把整颗心都掏出来。这叫做倾城之恋。摧毁的城就是这一颗按钮，把你的感情给逼出来。西方的文学经典《傲慢与偏见》，傲慢讲的是男方的傲慢，偏见讲的是女方的偏见。男女双方因为傲慢与偏见互相耽误了非常多的时间，直到最后作者的仁慈之下，让他们互相知道了对方是爱自己而且可以在一起的。可是你回顾你的人生，有多少次恋爱是因为误会造成你错过了那个你应该要爱的人？我们讲的不是一颗真实的按钮，是这颗虚拟的按钮，它代表着如果我可以不要耗费这么大的心力去面对人生爱情当中这么多的误会的时候，我才会剩下足够的心力来经营这个爱情。这是这个按钮重要的原因，它让我们避免了爱里面的误会。谢谢。你爱不爱我？爱情是多情，有多好是多好。如果我们不能沟通清楚我有多爱你这个问题，我们又凭什么能够解释清楚我爱你99分，还有1分去哪里的这种事情？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这个真相永远不存在。你们学历比我高，但是你们考的试不一定有我多，因为你们只是考试，但我会挂科。4位教练和队长将2两结盟，捉对厮杀，获胜的2队将分别获得1张复活卡。今天大家不知道怎么了哈，忘词儿啊？是因为没有说服力吗？大家没有反应。天哪，紧张都会有。我对我的队员和队长还是有信心的。我觉得马薇薇如果不做一个及时调整的话，她后面会有很大的麻烦。马薇薇的脸太精彩了啦！奇葩说的辩论赛最恐怖的一件事就是，即使你觉得你没有表现好，这一集也会播出。没人废话，没多复杂，只需要我这样，我只说我的真理。因为今天是打那个魔王争霸赛嘛，我相信其他队也特别想跟我们结盟。你们觉得咱们跟哪支队结盟比较合适啊？按理来说是不用结盟的，但是如果我觉得肯定选蜘蛛啊，对啊，蜘蛛很强啊。其实因为这个结盟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我跟马薇偷偷打个招呼，因为我原来一直都没有
对，我其实也是一直潇潇也一直偷偷跟我打招呼，是的，但是我一直都坚决拒绝他，但是我坚信他还是会过来。潇潇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个队长。哦，对对对，哇，那个毒性之强，那个比眼镜蛇还毒。不要这样，我是有价值的。还没换吗？哎，我真的，我跟你说，就是我带着杨奇涵，所有人都说潇潇，我们对你真的没有意见，我们只是不想跟杨奇涵一，只是不想跟杨奇涵一起。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对对对。如果是我跟杨奇涵这样子教练跟队长的组合，有一句说一句，我们队确实不行啊。哎呀，这个还得努力，我保证不给组织添乱。上台时候不给添乱，他们才能放心。真的放心，不是你上台不给我们添乱，是不上台，是你不要上台，你知道吗？你就先去找执中，大家都没有意见。没有，加油！教练队长要有对格啊，好，没问题，要有对格。秦昊有多嘱咐，有点骨气啊。没问题。我们这个队其实之前一直不是特别被大家看好嘛，我其实是希望让我的队员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真的没有选错人呐。选我们吧，选我们，欧巴，我们队已经这样了。咱们来的时候，队员说咱们要有骨气，有点骨气啊啊！天哪，我都已经选了你，我不需要骨气，我自尊，我什么都不要，我要赢。我是讲真的，没有跟马威搭档打过，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实力确实没有问题，但我不喜欢你这个人。好吧，真的，我只想说，观众朋友们，你们有看到我的努力是不是？我真的很努力了啊！接下来我们就去找黄执中，黄执中他们不会拒绝我们的，他们不如一起努力把那2张复活卡拿到手。对，走，加油！我 right now 很生马薇薇的气耶，因为他私下跟选手提前沟通，买面膜送衣服，还有这样的事？当然啊。那咱们现在买面膜还来得及，我都已经准备把表送给他们了，好吗？好的。我们这2队现在已经完全结盟了，已经完全结盟了。然后我们想一下复活卡应该怎么用，这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你们当然是要保住你们之后好的选手。我们要保住我们之后好的选手。复活潇潇吧，复活潇潇吧。哎，我觉得复活权对你们队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们队很多人都不应该走。我们队就是我也不知道用到谁身上。欢迎回到《奇葩说》的现场。本期男神毛不易老师。然后我们今天是所有教练和队长。然后开始捉对厮杀的一场比赛，每一边都是2位队长、2位教练，获胜者将获得的一个特权是给今后自己的队里面淘汰的人一张免死牌，所以为了这个也值得一拼，对吧？好，我们来看一看本场话题。近日，在奇葩星球的 Panel Room 发明了一个神奇的按钮，据说只要按下这个按钮，就能看到你的伴侣有多爱你。奇葩星球的痴男怨女迅速分成了2派，支持者认为当然要按，必须得按。我们在恋爱关系中最糟糕的部分就是猜忌对方不够爱自己。现在有了这个按钮，我可以明明白白的知道你到底有多爱我。如果双方对彼此的爱意足够有信心，这个按钮无疑是这段关系最甜蜜的加速器。反对者认为人心不可测，如果真的公开了他对你的爱值，却发现他并没有你想的那样爱你，这不是可以去死了吗？不仅令人伤心失望，关系更要走向崩溃。想要更好更久的享受爱情，有时候糊涂一点反而更快乐。所以如果有个按钮可以看到伴侣有多爱你，你要不要按？现场所有的观众请投票。哇，有57个人不按，43个人按。不义兄，我不摁。为什么？因为我摁了，
就是我知道和不知道并不能改变啥。哦，你好像爱情不是很顺利吧？毛不易遭遇过你知道对方不爱你，你还是要爱他的状况吗？上学的时候，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就也没就自己难受。要现在对他讲一点话吗？没有啦，就希望他不喜欢我不是错呀，是犯罪。就是希望他可以过得好吧。那个不义兄，哎呦，你眼圈红了。没有啊。哎，算了算了，别哭，都过去的事了，别哭了，别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好坏呀！我本来不想提这事。我也不爱，我也不爱。啊？你也情商？伤。小松兄呢？我也不爱。哇塞！哎，不是到我这个岁数再去按这个去，这，所以你的理由不按是你全知道。对，了然于胸，就那点事儿嘛。康永哥呢？哎，他不按我只好按了。你呢？我陪陪你，陪我，陪陪你啊！傅首尔1遍。要按，我的第一个观点非常的深刻。为什么要按呢？因为按钮就是用来按的。我忍不住，我是一个求知欲非常强烈的人。现在有一个可爱的小 button， 不仅能告诉你 yes or no， 还能告诉你 how much。你们跟我说不按，吹！你以为你能忍得住？每天问自己1万次，摁还是不摁？你很闲吗？人生有多少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早按早清醒，早死早升天。不要浪费时间。给你一个钮，你不摁，回头又问天问地问伴侣，藐视科技，此为不仁。这条规定践踏亲情，危害国家，此为不忠；影响父母，干扰后代，此为不孝；欺压贫困，伤害儿童，此为不仁；打击英雄，恩将仇报，此为不义。藐视科技，此为不仁；伤害伴侣，此为不义；患得患失，此为不智；压抑自己，此为不勇，对吧，杨奇涵？不仁不义不智不勇，不配谈恋爱。我的天哪，好好笑！第二，为什么要按这个按钮呢？因为轻轻一按，很多复杂的问题都可以简单化。爱情里有2件事：第一，想尽办法证明我爱你；第二，想尽办法求证你爱我。恋爱的过程就是不断证明自己的同时测试对方，同时把别人的妈扔进水里 N 多次。手段原始，方法拙劣，而且还没有效果。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狗血案例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条，江苏某男子为了示爱训练鹦鹉，教他练肉麻的诗，因为练习量太大，1个月后鹦鹉累死了。第二条，纽约男青年为了向女友求婚自制霓虹灯，女友被电晕，惨遭分手。第三条，安徽主妇为了做出丈夫爱吃的红烧肉，半夜在厨房苦练技术，3个月后主妇体重增长30斤，红烧肉做好了，老公也2婚了。是不是劳民伤财？一骑红尘妃子笑，吃胖了贵妃，跑死了马。其实我跟你们说，真的未必那么爱吃，但是呢，心意到了，不吃又不行。这种猜来猜去，其实都是为了证明爱。还有《封神榜》，大家都看过吧？就是一个男人整天都被一个狐狸骗，有了这个按钮，一切都不同了。妲己说：“大王，我爱你。”杀了比干。0分，既然你骗我。妲己又说：“大王，我真的爱你。”杀了姜子牙。0分，既然你骗我。看到了没有？如果我们有了这个钮，我们就会避免被骗，而且因为人手一钮，伴侣在爱情里也能变得诚实一点。有的男人早上出门跟你说我爱你，晚上回家说我更爱你，你怎么知道哪次是真的呢？有了这个按钮，
就不一样了，你就知道了。早上出门90分，晚上回来20分，说明什么问题？办公室有个小妖精。第二天早上又回到90分，说明什么问题？有贼心没贼胆，小妖精的手段不怎么样，对吧？像不像天气预报？多云有妖气，西南风5级，可能有阵雨，请各位妻子做好防潮工作。非常好。这就是我的第二个观点。既然爱情是必须要被证明的，为什么不能干脆清清楚楚地证明它？第三，我想说说我自己，如果有这个钮，我按不按呢？我肯定会按的，因为我想让我的老公感到惭愧。为什么呢？如果我的分数高，他必须惭愧。为什么输给我呀？后半生必须做牛做马的超过我。如果分值低，他更应该感到惭愧。我都不怎么爱他，还对他这么好，说明我是一个责任感多么强烈的人。好厉害！所以这道题其实讲的就是爱情的量化嘛。在现实生活中，爱情是不可能被量化的。但是如果真的能被量化，你愿不愿意面对它？这是我今天想问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爱情里学习成长，学习去面对落差，面对变化，面对有时候我们特别爱一个人，但是他就只能爱我们那么一点点。当有一天你能够平静稳定的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你会按下去，因为你会对自己说数值无论多少，我愿意就好。谢谢大家。傅首尔给了一些清奇的东西，然后，但是这个清奇的东西里面有它的逻辑。傅首尔特别好，慢慢内功练出来了。得了11票，有没有齐溪？杨奇涵，你叫齐涵，没有齐溪吗？那我齐一个吧。来齐齐。马老师，你招他干什么？有本事你按着他。你看他一站起来，我们就多了4票。就是为什么不听话，非要他强行给我齐心？齐个笨齐心。我说第一件事情，你怎么知道纣王不知道妲己是狐狸精的？你是狐狸精，我爱你，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狐狸精。你不要以你的审美观来揣度古人，好不好？我跟你说，你别演绎的事实。你等一下，重点不在这里，你不要欺负我没读过书。我跟你说，重点不是他知不知道他是狐狸精，是他不知道他不爱他。他爱他，他以为狐狸精是爱他的，是不是？狐狸精真的是爱他的，不然他不能最后为了他拼死一战。注意，另外一点，你不要把所有的狐狸精都认为他就不是爱人的。狐狸精就不能有爱情吗？吵架的感觉。在一段感情之中，只有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儿。我齐齐完了。所以你齐膝他，单纯的就是为了齐膝他，其实跟立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你好像刚才说的这个话题跟这个话题也没有关系。我要为狐狸精申诉。好，没关系，来，那个来反方一辩，来玉林兄。其实我知道这个问题很难抉择这票数其实很接近。其实遇到难以抉择、难以决定的事情的时候呢，老祖宗有一句话很好去帮你做判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翻成英文是什么 ？The thing what you do not want to do, you do not impose on the others. Yeah. 我尽量翻译，因为我知道奇葩说很多国外的朋友在收看。我希望他们听得懂这是一个中文的节目。你会希望你的伴侣来按吗？要我是不敢啊，吓死人！我认为这个道理跟什么，就跟我们之前讨论过滑手机的问题嘛。你不想要人家看你的手机，首先你就不要去看人家的手机。你不想被人家偷看洗澡，你就不要去看人家洗澡嘛，对不对？这不就是道德，这不就是法律制定的一个原因吗？这有什么关系？再讲这颗钮，如果奇葩星球真的出了这颗钮，我跟你保证敛财。什么玩意？敛财，骗钱。因为这是一颗不靠谱的钮嘛，为什么不靠谱？
这个要感谢康永哥，因为我昨天拜读了情商课这个事情，康永哥有提到测不准原理、量子力学。那量子力学非常特别哦，你要观察那个粒子的位置，你就测不准它的速度。你要测得准它的速度呢，就测不准它的位置，因为人为介入呢，它运动的状态就不会是它原本存在那个样子。其实呢，爱情这个东西也是如此啊。今天我们是情侣，我们2个都知道家里有一颗钮了，你找得到真实吗？这个就好比什么呢？我做了20年的节目，我当20年的制作人，所以我一个心得是什么？人世间啊，没有真正的真人秀，别傻了，孩子们。为什么呢？任何东西只要有摄影机介入，就不会是原来的我了。这个很好，这个很好。我们经常遇到女艺人啊，哎呀，今天怎么开始那么累啊？昨天喝酒，哎呀，喝到吐，机器来在拍她了啊！请问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我都喝养生茶。所以只要有机器的介入，它就不会是真实的；只要有按钮的介入，它就不会是真实的。最后呢，我要讲一个结论啊。大家在讨论爱，每个年轻朋友都想知道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斯基摩人啊！爱是什么？各位，爱斯基摩人生长在北方苦寒之地，他们呢极端的能够耐冷。但是现在的爱斯基摩人不这样了哦，住在屋子里面看电视，还有空调。你无法想象爱斯基摩人，现在的爱斯基摩人，你去北极看看，他们一出门好冷啊！这是爱斯基摩人吗？那是因为科技让他的本能退化了嘛。其实我们本来有爱人的本能啊，我们也有强大的感知力，知道说，他爱不爱我，他喜不喜欢我。现在你导入这个科技，大家懒得动大脑了，大家懒得弄灵魂了，大家懒得去用自己的感受了，用按就知道了。所以呢，我必须要讲说，我们啊，用爱的力量，共同去闯过每个关卡，才是最可贵的啦。我们常录外景游戏节目啊，这个游戏这一关卡，我都预知到结果了，过它干嘛？那就是我们一起去过完以后，享受甜美的果实嘛。那即便在这关失败了，我们下一关再继续挑战啊，这不就是爱的真谛吗？那不然什么事情都在预料之中，谈什么爱呢？最后，各位，感情世界够纷扰，这个我承认，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这颗按钮，让我们的纷扰升级再升级，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了。祝福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Thank you, see you, 拜拜。就是跟我人生偶像啊，就我觉得他还能以这个年纪还在进化，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我冲击是很大的。玉林兄弄一个发言，有一种要离场的豪迈，我不知道为什么的。我觉得有一种要离世的豪迈。我今天讲一个我感动的地方，就是我认识沈玉琳这么久，我竟然从她口中听到"灵魂"这2个字，就是我觉得真的是高晓松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启发，让他知道世界上有灵魂这个东西在。你从来没有在康熙来的讲过灵魂这件事。对，你最近发现人类有这个东西，对不对？有，这几天才发现的。你现在心脏负荷可以吗？可以。而且最近的医院在哪里？二姐，听说你最近在喝养生茶，就是刚才我看你其实是按了红键的，对吧？我是一直坚持摁蓝键的，我是不看的。是因为就没有信心吗？不是因为因为它不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按键，你不知道他爱不爱你，你还不知道自己爱不爱他吗？而对于袁弘跟你的选择不一样，你有什么看法呢？马老师要说真话吗？不用。那就没事了。谢谢二姐和二叔啊，那就正方2辩，请开始。哎呀，牛嘛是吧？新科技，奇葩星球，好多新科技，所以有新的东西，大家不敢尝试，害怕是正常的。大家主要怕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觉得摁了之后呢，就已经有既定的结果，然后不敢面对这个分数。我来告诉你们，这个钮的分数是可以变的，因为爱情本来就是一个变量嘛，对吧？谁告诉你只按一次？我卖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可以建议我的客户一定要多按几次，因为每一次的关键不是摁的第一次，重点都在下一次。这东西就像什么呢？就像考试，考试我们都考过吧？
这一次考试考砸了，人家问你的时候你怎么答？下一次我一定会考好的，下一次我的分数一定可以很好的。那扭也一样啊，这一次摁的时候60分，下一次呢90分，这个东西中间是怎么变的呢？靠你的努力去变呗。你看他的脸本来只2分，他努力之后勉强2分半，是吧？这东西就是靠你的努力去改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机器在，他可能一直觉得自己满分，是吧？没有测量清楚猜疑，还不如你知道自己真实的分数，下一次更努力去做。还有第二个论点啊，就像玉林哥说的，我们的爱情被这个扭的分数给主宰了，它不会让我们知道辨认爱的能力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只是一个参考啦，扭出来的分数只是一个参考。为什么？爱的分数跟爱的表现方式是2回事。潇潇对我的爱，我看应该还蛮高的，对吧？应该有10分，有8分、9分。如果10分的话，那一定是10分制。对，但是我非常不喜欢他的方式，太过黏糊了，对吧？又黏糊又浮夸又肉麻，所以我还是拒绝他的。他的分数是很高，但是不代表我一定要喜欢他。所以这个分数其实只是一个指数，告诉你的参考之一。那既然多一项参考，为什么我们不用呢？哎，挺好的。所以最终这个按钮其实就是一个工具。我是没有爱过任何人的，所以这个按钮可能可以让我辨认。你说每个人有辨认爱的能力，我好像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没有生活经验吧，对吧？我一直都是只爱辩论，然后就这样。但是如果有这个按钮，可能它可以教我一些。教我分清什么叫仰慕，什么叫欣赏，什么叫依赖，什么叫爱。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工具，怎么使用这个工具，权利都在我们自己身上。这场比赛很残忍，这个舞台很残忍，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钮，你们手上的啪啪钮就是这个钮，每一个人上来都要站在这里给你们考验一次，看你们爱不爱我，爱不爱我刚才说的话。但是我每一次都敢上来给你们按，没关系。给的分数本来应该是0分，每给1分都是加分，所以我觉得啪啪钮是给我的鼓励，厉害，分数也是给我的鼓励，所以摁吧，快点摁，谢谢。哎，如今厉害。那就反方2辩。刚刚如今说到考试，他说我们怕考试，我是怕考试。我为什么怕考试？因为在爱情里边，有考试就有什么？追求高分，追求高分会出现什么？出现学霸，出现培训机构，出现5年恋爱3年暧昧。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会出现解题思路，恋爱中的套路。城市套路深，你得回农村；农村以图改，套路深似海。好，我现在开始我自己的部分。我为什么我一说话负分这么多？天赋。好了，我这个吧还得努力。确实，你看我往起一站，梆，我们就跑了4票，就感觉可能是自己招人讨厌。哎呀，刚刚几位朋友啊，刚刚说的其实都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大家都在聊一些相爱的人都是互相喜欢的人走到一起。但其实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在一起的人都是因为相互喜欢，很有可能是因为相互嫌弃、相互鄙视、走投无路才到一起的。比如说我和我的教练潇潇，就是这样子的。选择杨奇涵的，请举手。我跟潇潇一样的委屈。我为什么反对摁这个钮呢？因为人啊，一旦被嫌弃久了呀，就会反思人生，反思人生久了呀，就会思考人性。坦白讲，我不问的原因很简单，测试爱人的本质就是测试人性。我对人性不信任，我觉得我们不要去测试人性。人性有多脆弱呢？比如说今天玉林哥想跟他的爱人去逛商场，但是我不行，我要玉林哥陪我喝酒。来，玉林哥，你今天晚上陪我喝酒，我给你1万。我不是那种人。我给你10万。哎。今晚我是你的人。注意，如果我问大家，现在比如说，如果我现在给你10个亿，
你是否会跟你的爱人分开呢？如果说彭于晏或者林志玲跟你表白，你是否会心动一下呢？坦白说，摁到这个键的时候，我不敢看，我也不敢让我的爱人去按我看那个答案。一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恋爱之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圣人，更多的人都是普通人，而普通人在爱情中只能做到尽力，但他其实很难做到无瑕。我们想想，人类第一对男女是谁？亚当和夏娃。不是盘古和女娲吗？不是女娲和伏羲吗？当年上帝创造夏娃的时候，亚当怎么说的？原文是：“女人啊，女人，你的名字叫女人，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当时上帝说：“你吃我果子了。”然后这个时候，亚当的第一句话，他说的内容是：“是你创造的女人让我吃的。”什么意思？人类有智慧的第一件事情是出卖同类，男人有智慧的第一件事情是出卖了女人。所以今天如果说忘词儿啊，所以我小的时候一直在憧憬真爱，我觉得那个社会是非黑即白的。但是长大时候我明白，普通的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更多的很多时候都是模棱两可。谁在爱情之中都会有点过去，谁都会有点秘密。他不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完全纯洁无瑕、经得起推敲的。所以我想说，如果你让我按这个按钮去测量我的爱人，我不敢接受。我只想跟我找到一个跟我同样认识到彼此都是普通的人，不是圣的人。在爱情中不要折腾对方，不要难为对方，不去测量对方，给对方一个彼此的空间。我觉得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生活。谢谢大家。他每一次表现的都有些许的不一样，然后都在不断的进步。我这个吧还得努力，然后这几天基本没咋睡觉，包括讨论辩题，因为我们准备辩题时间短，所以我觉得已经尽力了，所以就努力呗。对，有七夕吗？没有。哎，你们为什么这么客气？因为不值得。不，因为不忍心。我觉得齐涵潇潇虽然嘴上嫌弃，但是还是教了齐涵一些东西。你刚刚有没有感觉到你在诉诸这种人性温暖的时候，大家都不理你啊？主要是今天对面是薇薇姐，我压力比较大。了解，应该的哈。哎，马薇薇，好，教练加油，教练加油！我觉得以目前战队的实力来讲，我们队是真的很强，强的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肯定会赢啊！觉得我们这组合是无敌的。其实啊，齐涵一开始就误解了我们这个辩题。他说不要测试人性，好像是林志玲和一个超漂亮的女人让你在选，他们两个轮流按你按键，测试你谁心中分数比较高，就会跟你走一样。现实生活中其实呢只有一个恋人，我们只能互相拍对方的按键 ，OK？ 这不存在人性的测试，这只存在爱情的彼此了解。这是第一个反驳点。第二个反驳点呢？玉林哥告诉我们了，说哎呀，爱情这件事情无法量化啊，从古至今都无法量化，从古至今都无法量化的东西多了去了。可是到现在科技发展了，不都量化了吗？过去天气没法量化，咱们只能说冷暖，但现在咱们就可以说具体到20度啊、30度啊、40度了，对吧？过去我们认为甜度是不能量化的，只能说很甜、非常甜、超级甜，甜死我了。但是现在甜度可以有了12度、13度、14度，于是甜度也可以量化了。讲得很对啊，为什么就从来不跑票呢？不动人。好，下面正式进入我方的论点。我方的论点非常的简单粗暴，因为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这是一个沟通的案件。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其实这个案件呢，你每一次摁它的时候，指数都会有波动，的确会存在像上面3位老师这样文艺青年的男孩，就是他们无论对方多爱不爱自己，他们都会一往情深、死心塌地的爱着对方。这种男孩其实是不会怕按这个按键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论得出来的数字是几，都不会影响你对对方的爱意，对不对？说不定还会有意外的惊喜呢！哇塞，你居然对我是100分，只是你对我不善表达而已，对吧？好，那出现了悲惨的结果呢，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伤害，为什么呢？可以促进毛不易写歌，可以促进李诞写段子，而高老师又会有新的创作，对吧？看一下观众的反应就知道他们的脑子在放空。最后说我听不懂在讲什么。马薇薇就是没有认真准备，她的例子举得有点牵强，
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为了说这个而说，然后又找到了跟这题目的关联性。好，我们紧接着再讲第二个点，就是有一些人他对别人的爱意可能会随着别人对自己的爱意指数而进行波动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比如说你爱我比较多的话，那我也会爱你比较多；你爱我比较少的话，那我也会收起我自己的爱进行自我保护。对于这一类人来说，其实他按这个按键也非常的有效。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调整爱人的方式。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按键来沟通并且了解对方的。传达力不好，而且观众的票数没有这么大动。我今天一直收着，没有放出来，所以我在收和放之间还没有找到一个平衡和分寸。我们应该更多的去考虑一下人的情感点，尤其这是一道爱情题。第二种情况，这个沟通键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对一个人到底爱多少，亦或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跟这个人在一起到底是爱，还是依赖，还是习惯，还是崇拜，甚至是不得已。我们不知道，但是生活的惯性逼着我们跟这个人继续在一起。这个时候，我希望对方按我这个键，我希望他知道我是真的爱他吗？如果他发现了这个爱情的真相，我没那么爱他，他可以痛快点离开我。又或者他是一个积极争取的男孩，他可以改变爱我的方式，让我变得更爱他一点。又或者他是一个一往无前的男孩，他觉得我爱他多少并不重要，只要他爱我就够了，那我们的爱情也会变得很甜蜜。爱情中有很多话是没法沟通的，所以呢，我们喜欢用什么沟通呢？我们喜欢用礼物沟通，我们喜欢用诗来沟通。如果一个键，一个指数，它的波动就能像血压计一样，让你们了解彼此爱情的健康状况，从而调整你们的爱情饮食情况，那么我认为这个键就值得按下去。我觉得马薇有些许的轻敌了，前面整个赛程对于他来说太顺利了，这不是他最好的样子，观点上完全可以猜到。他有好朋友明星到现场来看，这也使得他压力很大吧。我觉得马薇薇如果不做一个及时调整的话，他后面会有很大的麻烦。秋晨，干嘛？我下来吧。那个今天大家不知道怎么了哈，这丧死了，让我觉得有点自责，可能我想多了吧。马薇说沟通，我也想说沟通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们之所以要发明这个按钮，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这个按钮可以降低我们的沟通成本，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你想想，没有按钮之前，如果我们不能沟通清楚我有多爱你这个问题，那有了按钮之后，我又凭什么能够解释清楚我爱你99分，还有1分去哪里了这种事情？不可能的嘛！对吧？这是个悖论。我们对按钮的需求阻止了我们好好使用这个按钮，对不对？所以按钮没有帮我们解决沟通的问题，它帮我们制造了新的沟通问题。怎么说？举个例子，最常见的3连击是什么？1，你爱不爱我？2，你有多爱我？3，所以很爱是多爱，对吧？这经典3连击。可是你以为按了这个钮之后，这3连击不存在了吗？不会的，它会变成一种新的形式。它会变成什么？1，你有多爱我？好，按键。2， 60分是怎么回事？3，还下降变59了，你给我解释解释。对，我们队长好强哦。按钮让所有的沟通问题都升了级。原先你要面对的是一个语文问题，现在你面对的是一个语文问题加数学问题，最后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天哪！天哪！就是考死我们了！
搬了好多票回去。李秋成的那一轮发言起到了一个比赛的转折点的作用吗？他的那一段陈词是非常刷票。所以我想说的特别简单，沟通这件事情没有捷径可以抄，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偷懒。所以这个按钮其实给了我们一种虚幻的感觉，我们以为它是捷径，其实它让我们这些只有9级能力和装备的人，直接去到99级的世界里面去打怪。这个按钮不会帮你，这个按钮会让你送命。那么多的测试，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无论有没有这个按钮，哪怕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大家不要轻易的去检测对方，不要轻易的去证明自己。干嘛要总是证明自己有多爱你？听着就很伤心。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程度不重要，方式才重要；数值不重要，体验才重要；真实可能没那么重要，真实感才重要。好。我一直觉得秋晨的水平在马薇之上，就是你看到整个的能量密度，你或者你叫它信息量，那是非常大的。真实对所有事情都重要，我承认。可是爱情里的真实，它不是客观现实的那种真实，不是个客观的数字，你懂吗？是我可以说我爱你是因为你好看，可是你会对我说，比你好看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就是你？那我可以改口说，因为你温柔，你会说呵呵，温柔不一定是件好的事情，它背后可能有暧昧，有模糊，有犹豫。那我说我喜欢你聪明，我喜欢聪明的，可以吗？你会说不，我在你面前不能像个孩子一样，这一点我心知肚明啊。最后我没有办法，我找了个理由，我说好，我因为你爱我，行了吧？你爱我，所以我爱你，听着特别自私，可是好歹这个理由成立。可是现在你不爱我了，我为什么还爱着你？我为什么还爱着你？我也很想知道我为什么还爱你。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达到满分的主观题。厉害！所以到最后，我非常理解所有人都想去按这个破按钮，我也挺想按的，真的，因为我们对爱的本质非常的好奇。爱是什么？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答案，但是我想说，爱一定不是一家公司或一只股票，它不能够被每一个时间切点上面的每一个数值所组成的那条曲线所定义。我认为爱是什么？我认为爱是一个故事，是我们人一生当中独一无二的一段故事。所以如果它是一个故事的话，我们能不能不要把它拆碎了，用一个一个的字去衡量它的价值？谢谢各位。太呆了，精彩，精彩。我想共情能力我们都有，好辩手一定有共情能力，可是现在他们必须共情现场的观众，必须共情奇葩说的观众，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大的挑战。来，送你一本你写的书。哎呦，我还真没这本。哎，这本个好好说话，好好说话。第二册吗？第二册，第二册，齐溪吗？是，虽然这是一个很悲惨的场面，但是我要期许他。假设咱们两个现在是男女朋友啊，我要问你问题了。你爱不爱我？还行，还挺好，挺好的。看在咱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大概也是有多好，有多好，还行是多行，有多好是多好。那你因为按了钮就没事儿了吗？不是，你不在意80分是什么意思吗？你不在意70分是什么意思吗？万一你测出来现在0分，你不会更痛苦吗？不，我每天测你一次，发现你每天对我的爱都会多一点点。你不要有那么自信好不好？不一定会每天都在上升的。但凡你开始对我产生不信任，你的分数就会开始下降。然后你的分数下降了，我看到你的分数下降，我的分数也会下降。这按钮一按，所有的分数就会慢慢的归零，你懂吗？来，
正方4辩。好。大家情绪有点低落啊，刚才的表现，觉得有压力，因为1年多没有打奇葩说了，我也很烦躁，对，所以这很正常。我刚刚一直在抄对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所提到的一个词啊，他们说按了会悲剧，按了以后有致命的后果，产生无法承载的压力，纷扰会升级，人性很脆弱。跟大家交流一个观念：真实不会伤害你，真实不会伤害人，会伤害你的是一个人他对真实的解释。你怎么解释这件事会伤害你？比如说失恋，失恋就是一个客观的真实。失恋没有手没有脚，他不会拿刀来砍你，说我好痛。你失恋为什么会痛？因为如果对你而言，失恋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不值得爱，代表了我做错了，代表了我被骗了。这个时候我受到伤害，谁在捅你？就是我认为失恋代表什么这件事情在捅我。可是如果对我而言，什么叫失恋？失恋代表我学会了，代表我增加了某一个人生可能必有的体验，代表我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了。这未必就是伤害，而失恋毕竟只是失恋。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真实或真相，它会不会伤害你？没有人伤害你，只有自己会伤害自己。观众的票数没有怎么大动。始终是在秋晨发言过后发言嘛，感觉上是在他前半程的发言里，大家还是沉浸在秋晨为大家创造的情绪非常激烈的情境之中。你按了以后出现一个数字，什么叫爱？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我听过有一种很不错的解释，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他说什么叫爱，什么叫恨呢？恨就是我想伤害你，我有多恨你，就是我想伤害你到什么程度。那什么叫爱呢？就是我愿意让你伤害我。我有多爱你，就是我愿意让你伤害我到什么程度。而你只要是用这种方法来理解它出现来的数字，你是不会觉得什么沮丧、绝望、痛苦、委屈的。那个数字不管多少都无所谓，因为那数字告诉你，我愿意让你伤害我到什么程度。你除了谢谢，你还会说什么？谢谢啊，谢谢啊。所以没有什么数字会伤害你的。因此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在讨论什么？讨论我们要不要去面对真实，要不要去面对真相。好的解释让你能够面对真相，坏的解释会让你想要逃避真相。你知道什么叫终极的逃避真相吗？叫做你为什么让我知道？你为什么让我知道？潇潇，你没按那个按钮，对不对？如今现在如果他站上来说，潇潇，我讨厌你，你能阻止你知道这件事吗？你说我不要知道，我不要按这个按钮，我不想知道他其实不爱我，你能阻止得了人家剧透吗？如果你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是我不知道别人有多爱我，那你幸福的权利是掌握在谁的手上？别人的手上。别人的手上。因为你丧失了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权。我之所以还能够不委屈、不伤心、不绝望，我之所以认为我现在不会得到悲剧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好险这个按钮没发明出来，可是它迟早会发明出来。它迟早会发明出来。我们每个人面对的一切，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我们需要练习的就是你要面对越来越多可能出现的真相。因为如果你不愿意在现在付出面对真相的代价，那你就会在未来的生活中的每分每秒付出不愿意面对真相的代价。不愿意面对真相要不要代价？要。在我的微博上，不知道是为什么，常常有人寄给我感情问题，有些问题很蠢，有些问题很低能。他们痛苦什么？就是痛苦那些老问题。这个男人到底爱不爱我？我要不要去看伴侣的手机？他爸妈这样
对我对不对？这都是同一件事，叫做什么？叫做其实我们都想知道彼此的真心。潇潇点完全对这个点哎。非常期待潇潇这一场。跟各位报告，我们会花一切的努力，科学家也好，心理学家也好，所有人都会花一切的努力，让人类面对他想要见到的真相。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这个真相永远不存在，只要它存在，我们就能找到。今天你会相信科技，明天你将会更相信科技。所以你不练习面对真相的能力，你躲不过的，你懂吗？你迟早有一个你不想面对的真相会慢慢出现，你能躲到什么时候？练习让自己面对真相时产生一个好的解释，而不是去躲避它。还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还有点东西没，就是还有点味道没有到。就是你如果打了一场，就是打完了以后觉得非常尽兴的比赛，你会有一个就是比较独特的感觉。今天我还没有完全拿到这种感觉，我觉得啊，可惜好像还有一些东西。七夕，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好的。我愿意面对真相，我只想问你，片面的真相是不是真相？这个按钮暂时的真相是片面，可是如果你根本不愿意按，它就没有改善的空间。可是问题是，我们要了解爱是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需要培养自己的感知能力，还是依赖某一个科技给我们的不冲突啊？所以你证明的是，光按这个按钮还不够，我们期待下一个按钮、下一个按钮、下一个仪器，好让我们彼此更加了解。可是当我们没有具备这个能力的时候，这个辩题没有告诉我们其他的条件，这个时候你还要按这个钮吗？你的意思是，电车没出现之前，我们连蒸汽火车都不要坐？哇！学院派型的，我就管它叫少林武当型的吧。始终因为他是属于那一类型里面最强的大神，所以他还是最厉害。但是秋晨，我觉得他和黄志忠其实是有很多时候有不同的力量，就是旗鼓相当。按反方4遍。我跟你们说啊，为什么我们这边呢要把我安排在4遍？就知道他们上价值要上得很可怕。我要把你们拉回局面。其实我跟你说，首尔该举的妲己的那个例子，说纣王要不要按？其实纣王不会按，因为他感受得到妲己在爱他。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就是买包。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带着首尔去买包，我花2万块钱买个包，首尔非跟我说这包就值200，我不知道那包就值200吗？我要的是购物体验。然后颜如晶在这讲那么一大堆，一句话就反驳了自己。他会按那个键吗？他不会按那个键，因为他很清楚地感受得到，潇潇爱我不是8分就是10分，你按他干嘛？我要让你知道我不爱你啊。然后又到了马薇薇，马薇薇说啊，我们可以节约很多沟通的成本，站起来齐袭那个秋晨，然后说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大家觉得可不可爱？这不就是恋人之间的小撒娇吗？你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不沟通干嘛？我就天天这么望着你啊！所以2个人在一起，如果降低了沟通的成本，那就会增加吵架的风险。然后又到了职中，哇！我很失望，欧巴，你在讲什么啊？欧巴说啊，我们其实是在拒绝去接触到那个分儿高还是分儿低，拒绝接触那个丑陋的真相。欧巴，正如我方所说，体验这件东西非常重要。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分开，不是因为这个分儿高还是分儿低，而是我想走还是想留。好厉害！改票。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大家在聊什么？就是科技嘛。整个奇葩说，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科技的狂热爱好者。我一直都坚信科技改变命运。
但是其实我方要论证的是，这个黑科技它不仅风险更大，效果更差，且容易上瘾。就像如今说的，他说你不要只用一次，你要反复使用，没有错，我们可以反复使用。我们解决掉了对这个按钮的好奇心，我们得到了一切真相。但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这个时候我们怎么了？我们失去了对爱情的好奇心。其实今天这道辩题非常简单，就是把应试教育带进了恋爱关系。我告诉大家，虽然你们学历比我高，但是你们考的试不一定有我多，因为你们只是考试，但我会挂科。所以今天我不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考试的经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挂科的流程。我告诉你，上大学是这样的，你挂科了之后呢，就补考，补考不行交200块钱重修，重修还不过呢，就毕业之前清考，清考再不过缓发毕业证。大家知道这叫什么吗？如果爱情是一所大学，这才是你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在不断磨合，从每一次的失败当中累积经验，而对方所说的成长是作弊，提前泄露了辩题。那你提前泄露辩题，你通过作弊的手段，你骗到的这张毕业证，最后你学到了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学到。你没有学到什么时候我说我爱你，你没有学到什么时候我们该说再见。你学到了一件事情，你学会了讨好，但你没有学到怎样对另一个人好。好。而在爱情当中，当一个人他只懂得一味的讨好的时候，他是最不可爱的。所以我们完全同意对方说的，绝对正确，这个数据绝对正确，绝对真实，绝对有效。但是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可怕在于什么吗？就是这个真相，你以为你窥探了爱情的真相，你以为你服务于你的伴侣，但这个真相往往有可能伤到你自己。我们要相信，我们人性有一些缺点是自己都无法接受的。比如说，你们看我今天浓妆艳抹，我的爱人按下那个键80分，我卸了妆素颜50分。你们知道这个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吗？哇哦，他单纯喜欢我的美貌，好纯粹。所以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不要轻易去窥探爱情的真相，因为你有可能会伤到自己。当这个数据绝对真实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什么样子的我在他眼里是可爱的，什么样子的我在他眼里是不可爱的。我可能通过这台机器，我拥有了他，但我却搞丢了我自己。好，感人。奇葩说第1季到第5季，我一直觉得跟我最像的就是马建岳，可能从表达方式啊、兴趣爱好都很像。但是，当第1季的我发现，如果我只做马建岳的时候，我赢不了，我拿不了 BB King。马老师说：“你们不要盯着那个分数牌，你们盯着那个分数牌，一定要讲到那个分数搬过来为止。”好，那我逼我自己，我要进步，我要让自己变成马薇薇。所以我赢了，我拿了第4季的 BB King。刚才如今说的很对啊，大家手上都有那个按钮，老板也会给我们打分。老师也会给我们打分，观众也会给我们打分。我就看着那个条，我知道现在我讲段子满足不了你们了，所以我要用逻辑来征服你们。这真是一个好段子。花溪上一场是我拿了 BB King 之后以理服人，他在开玩笑，但其实我很难过，因为我发现我是奇葩说最虚伪的一个人。小马可爱，微微厉害，他们都很真实，但只有我，为了赢，
为了让你们给我按下你们手上那个按钮，我在改变我自己。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自己，连我都不喜欢我自己了。潇潇最棒！因为接触辩论，让我变得聪明了，但是也让我在我跟我朋友的相处当中，我不自觉的我就想要做一个聪明人。我变得尖锐了，我变得犀利了，跟朋友在一起，我变得对他们不在乎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按钮可怕的一点在于什么吗？就是它会让你把自己搞丢。我是不知道他还有这种纠结吧，就是会觉得他居然会觉得自己不真实。他在我眼中最大的优点就是真实，他除了真实一无是处，他怎么会觉得自己不真实呢？5季以来，我一直看着他的变化和成长，我没有办法完全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去看潇潇，他特别不容易。我一直在思考，我非常理解大家为什么要按这个按钮，可能因为好奇心，可能因为很多原因。但是我思考的是，我们不就担心对方不够爱我们自己吗？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把爱自己的权利交到了对方的手中？很多人都会按，但我试想一下，谁不会按？我觉得《欲望都市》的 Samantha 不会按。她跟 Jason 分手的时候，告诉他 "I love you, but I love me more"。我觉得我不会按，因为我曾经说过，我喜欢你，但我更喜欢坐在你对面的那个我自己。所以，这个按钮，一个科技发展出来了。我们要去使用它，要怎么用？你不要输入你伴侣的名字，你输入你自己的名字。你时刻监控你自己到底够不够爱你自己。低于30分的时候，你奖励自己一次刷爆卡的旅行；60分的时候，你给自己一顿不需要计较后果的宵夜；90分的时候，你可能只需要一管口红。当有一天，这个上面显示的那个数字到达100分的时候，你们需要什么？你们什么都不需要了。精彩，精彩！潇潇真的是活出去的打，对，他把他的压力跟焦虑传递上来，感觉就是那种扯了领带那种，整个要扑上来的感觉。我的稿子是我昨天收工已经凌晨1点多钟，我回家写到早上8点多钟，而且我可能改了5、6遍稿吧，然后还有一部分内容是我今天在车上想的，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就真的只要你认真做这件事情，只要你认真弄，你真的你拿命去拼，你一定是 OK 的，对。这个毛不易如果把你这番话写成一首歌，一定要把你数在那个作词的那个后面，就像你那个电影里有 story by 谁谁谁，因为这个太值得写一首歌了，非常好。潇潇特别好，就是我觉得野路子出身的空间非常大，因为爱情歌写太多了，你用一个什么角度去写它，是吧？他说最后从爱自己的角度去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都快要哭了。好，沉淀一下，我们进入自由辩论的环节。给大家的时间并不多啊，简单的1、2个回合。正方先开始。你先。我不用，没问题。没有战斗欲。潇潇说你要把这个按键来输入自己的名字，对不对？对。输入自己的名字就是要看自己爱不爱对方嘛？不，看自己爱不爱自己。但这里面测试的本题是测试能不能让对方按题，你是不是？我只是提供一个使用方案。马薇在干嘛啊？他今天状态不好。简单来说，今天你方做的这个新产品，你方做的角色是推销员，
我方是质检员，我们提出疑虑的同时，我们还要提出修改意见。好，哇，厉害厉害！那你输入自己的名字，你为什么最后会满意那个答案呢？任何答案你其实都满意的是吧？很简单，他方的使用方式呢是他人干预，我方的使用方式是自我监督。我也是。等等，没有，别先高兴嘛。我也是自我监督啊！我看了分数，看我要怎么改善我这个爱情关系。为什么不是自我监督？你监督自己可以，我监督伴侣不可以，为什么？如今很简单，在爱情当中，我方不是提倡在爱当中你要自戳双目，他瞎你也瞎。我方提倡的是，在爱情当中我们要难得糊涂，他傻你也傻。不对，爱情当中如果可以明白为什么要糊涂，都教你了。糊涂不代表没有痛苦，只会有糊涂的痛苦，不是吗？非常简单，在我方的观点当中，爱它不是必需品，它是奢侈品。所以没有爱你死不了，但有了爱就别计较。哎，别计较，别计较啊！精彩！潇潇讲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观点，就是把辩论扯到了一个不同的战场上去。其实如今有指出潇潇的这个全新的论点的很多问题，可是好像就扯不回来了。就是潇潇已经联手，已经构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防守，他的论点已经建起来了。潇潇真的很厉害，就是每一句话都是金句，这样对。潇潇真强，就是很多有人说他没有资格当 BBQ 的这个那的，不，太有资格了。我站在一个观众角度，我认为压过其他所有人一头。好，那就没有的话，我们双方各有一位结辩。这次是从反方开始。我方现在的论述其实非常简单，我跟大家讲一个我们这一季比赛的一个小细节。因为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的搭配是队长和教练，杨奇涵是最后一个被选择的队长，我是最后一个被选择的教练。我们俩组队。每次在跟其他队选人的时候，大概率我们都是输的，所以我不需要一个按钮来告诉我们两个这样的搭配到底有多差，我们只会通过努力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进步空间有多大。爱情亦是如此。第5季奇葩说，我们只用做到问心无愧。而面对爱情，你也只需要做到无怨无悔。所以，这个按钮，你按下去是已知的真相，你不按它，才会有无穷的想象。潇潇变得好强。来，正方结辩。什么样的人不会去做健康检查？觉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人，觉得反正人生自古谁无死无所谓的人，潇洒的人。刚刚潇潇一直在展现就是这种潇洒。我们在听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我们也以为自己是个潇洒的人，因为我们会为潇洒的事情鼓掌。可其实不是。在座各位，你们都谈过恋爱，不管是正在还是曾经，我们都知道自己从来不是潇洒的人。午夜梦回，挣扎着要不要看对方手机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想象中那么潇洒。你在此刻抛开一切的尘世烦恼，进到我们的辩论场中，你会为了那些潇洒人的鼓掌。可其实你回去你还是会按的，最终你都会按。逍遥讲到好奇心，这让我想起来，在天文望远镜没发明之前，他们对宇宙有好奇心，对天空有好奇心。可是科技发展了之后，好奇心消失了吗？没有，好奇心变得更深了。我们不是只是单纯的幻想云朵上有神仙，我们想知道宇宙外是什么。我们如果一直都不想要按这个按钮，一直都不想要去真的知道我们人与人之间情感究竟是什么回事，我们不去按这个按钮，不往前，我们会用一个很漂亮的壳把它装起来，那叫做浪漫。浪漫是我们用来面对一切无能为力跟未知的时候，一个最安慰我的方式。因为反正我不知道答案，而且我误以为不知道答案的才叫浪漫，不是的。那些努力想要知道宇宙是怎么回事，咫尺之间的我们是怎么回事的人，他们是另一种浪漫，只是因为我们还没体会到。
所以你必须要按下来，因为我们才有机会往更深远的、更核心的浪漫里头前进，而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想象到的那种好奇心而已。哎，所有观众做最后的选择，正方、反方，正方红键，反方蓝键，请按键。3、2、1，最后是反方9票胜出，来，恭喜反方！是我们赢了吗？因为我们这个队其实之前一直不是特别被大家看好嘛，那我就会觉得，就是越不被看好，反而你自己就会越求胜心切。我其实是希望让我的队员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真的没有选错人呐。我觉得如果他们输了，那就输在他们俩认为我们终于珠联璧合、双剑合璧了。但是今天黄执中不是他的最佳状态，马薇薇比他的标准状态还要差一些。为什么要给自己找借口呢？我就是没打好。有多少人因为看了我们现场的结果，会因此而改变或者有更多思考？我们不知道哈。至少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一下场上的各位导师还有什么新的角度。谁先说？我来吧。就是我们从人类的整个的历史来看，科技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科技的进步的整个的过程一直带来一样负面的东西，而且还在加速带来，就是消解人灵魂的力量，消解人灵魂的那些东西。爱呢？那过去的爱是什么爱呢？过去的友谊是什么友谊呢？过去的友谊是独行万里，只为曾允你一诺。其实你可能都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微信，我没法告诉你我在实践当年我对你的诺言，30年前我向你许下的，但是我愿意独行万里去做这个事儿，这是我灵魂的力量。过去唐宋时代的那个爱，是吧？那是10年一觉扬州梦，回来的时候还能记起来的东西。那那天我跟年轻人聊天说，今天你们失恋会难过多久啊？我说我们那会儿差不多1、2年，他们说我们1、2年，说有2礼拜大概就不错。哎，按照执中的观点，这是进步，对吧？可是你爱过一个人，你怀念他2年和怀念他2礼拜，哪个是进步呢？哪个是退步呢？我们把科技继续向前走，按照执中说的，我们继续向前推演，最后人们在干嘛呢？每个人就躺在一个胶囊里就够了。因为他科技告诉你，在胶囊里待着没问题，你不用跟他拥抱，也不用跟他接吻，所有的一切的感受都会给你，你就有无穷的感受，你也不用去整容，因为都是 virtual 的。所以你要这样的爱情吗？如果你问我，我愿意跟一个有缺陷的女人，不知道什么数值，我们2个好好的先把这一生过完，你们去享受那些科技吧。康永哥，好。我们今天的辩题是有这个按钮要不要按，而不是要不要这个按钮。所以按钮已经在了。然后我觉得要按的时候，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时候按。你随着年纪一岁一岁过去，你会发现，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可是爱情为什么让我们这么累？爱情为什么消耗掉我们这么多的心力？因为爱里面充满了误会。刚才潇潇一直提到无怨无悔这些形容词，我很少看到无怨无悔的爱情，我看到患得患失的爱情。谈恋爱的人为什么会患得患失？因为弄不清楚状况。我们最累的就是想要搞清楚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女生陪一个男生度过了20年之后，为什么会哭着对他说，我把我人生最好的20年都浪费在你身上？因为他没有及时知道他应该知道的状况。爱情让我们这么累，就是因为
我们耗费极大的心力，想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搞不清楚。所以这个按钮不是只叫我们改进而已，这个按钮要我们学会什么时候放手。有的事情可以努力，有的事情无法努力。所以你如果读任何的文学经典，张爱玲写的《倾城之恋》，男生一直在用调情的方法勾引女生把整颗心掏出来，而女生因为战乱的关系、家庭经济的关系，一直只想要找一个有经济能力的男人来依靠，直到战火来临把整个城给摧毁，男女双方才把整颗心都掏出来。这叫做倾城之恋。摧毁的城就是这一颗按钮，把你的感情给逼出来。西方的文学经典《傲慢与偏见》，傲慢讲的是男方的傲慢，偏见讲的是女方的偏见。男女双方因为傲慢与偏见互相耽误了非常多的时间，直到最后作者的仁慈之下，让他们互相知道了对方是爱自己而且可以在一起的。可是你回顾你的人生，有多少次恋爱是因为误会造成你错过了那个你应该要爱的人？我们讲的不是一颗真实的按钮，是这颗虚拟的按钮，它代表着如果我可以不要耗费这么大的心力去面对人生爱情当中这么多的误会的时候，我才会剩下足够的心力来经营这个爱情。这是这个按钮重要的原因，它让我们避免了爱里面的误会。谢谢。我也可以聊人类啥的吗？当然，你那要看是不是人类了，是人类。我觉得这个按钮的发明和它按不按，可能对我们人类文明会很不利。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是就是一段压抑欲望的历史。我们人类曾经有2种人吧，一种是采集文明，他今天他饿了，他一伸手一个果子，他就很快乐，他当时就能快乐。但这种人被淘汰了，活下来的是我们这些不快乐的人，压抑了欲望的种地的。我们是春天种，等好几个月，秋天吃，这个叫延迟满足嘛。采集的那个叫及时满足。我们整个人类发展史就是怎么样培养自己这种延迟获得满足的能力。我们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生产力已经超过消费能力了。理论上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可以过上及时满足的人生，我们不太需要再延迟满足自己了。我们现在的整个，我觉得至少是互联网前进的方向就是这样的，大家就是想怎么样让你现在就爽，怎么样你一碰你就知道了，你就爽。这可能我也很期待那一天，我也想这样就爽，但是它未必是一个好事儿啊。我引用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家昆德拉，他写的一个剧本的结尾，他是2个人对话，一个人问另一个人说：“哎，那咱们往哪儿走啊？”那个人说：“往前走。”然后说：“哪儿是钱？”然后那个人就说：“这个就是我们人类最古老的笑话，你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所以说，你发明这个东西，这个按钮，你也可以说它是往前走嘛，你也可以说这很爽，我觉得确实很爽，一下就知道爱不爱，这也是往前走。但他面对这个圈儿，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往这个方向走还是这个方向走，这是我犹豫的东西了。马老师，马老师，你重新选一下。我觉得2方表现都很优秀。如果是我自己选的话，还是伯恩。为什么？因为我们唱歌的人啊，他有一种东西叫做耳返，他现在就是越出越清晰，越出越清晰。以前什么2单元、3单元，现在可能恨不得出100单元。但是你越听自己的声音越细节的时候，你反而发挥的没有不那么细节的时候好。就是你太清楚自己的弱点，太清楚自己的优势，你可能唱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随心所欲。这个就像潇潇老师说的一样，你会有很多动作变形，你会追求那个完美的音色而丧失很多情感的表达。而且不一定所有发明出来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
人类任何发明不都是大部分都是为了图省事儿，为懒人发明一些更有效率的机器，但是那个时候人在考虑那个时候的事儿吧，反正我是不问。可是吉他还得拿手弹呢，对，是吧？小宋兄，我问你，这些人其实你都很熟了，你觉得有谁跟以前明显不一样吗？有几个已经到了天花板了，所以他也没法再进步。像这几位，这我觉得傅首尔这次给我经验啊，非常好的经验。其实你们两位应该对这几个老奇葩也很熟吧？我在现场看还是很震撼的。就是谁今天震撼到了你？那个黄执中老师。黄执中老师，真的有一瞬间把我说服了。就一瞬间吗？对，后来我觉得他还是在胡说。因为我发现就跟他们不能动感情，就是我真听进去了，我觉得哎呀说得好，哎呀我这么想，他就是为了赢，他根本不是那么想的。在毛不易老师手里面有2张专门的卡牌，是给2位获胜队的。2位队长，请到前面来，每人1张复活卡牌，要给镜头看一下。这个赛制应该是能从别人队里抢人，不是，可以从别人队里抢吗？这么任性啊！李楠楠，我们可以从别的队里抢吗？不行，可以吧？那我们不白组了吗？组半天。可以，可以吗？可以吗？别抢了，别抢。我们抢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抢了的结果不就是这2个队重新从复活里面选吗？对，是吧？那就抢！我们一说要抢人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队肯定会有人被抢。詹青云和陈明忠的一个，全队站到前面来！抢人哦！妈呀！抢人才精彩！我用了1个月的时间组成了这支队。马薇薇的脸太精彩了啦！五雷轰顶。一说要抢人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队肯定会有人被抢。马薇薇在现场会说：“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了组织了这个战队，为什么世界要按照你想好和你设计好的方向去运转呢？”队长、教练不能抢，其他都可以抢。队员有拒绝的权利吗？没有，抢就是抢。来，杨奇涵和陈玉林，你们2队可以抢人，你们也可以保留复活卡，从遗珠里面复活。你们抢了，得把复活卡交给人家。他们复活一个人没关系，复活那个人肯定不如那个人。好，决定了，我们要抢，他们要复活，抢谁？我们要陈明儿，抢陈明儿，去抢啊！过来！我们的阵型被打乱得很厉害，因为我们非常缺节点。陈明一走，我们会变得非常缺节点。主要抢陈明呢，一个是因为他真的很厉害，还有一个就是为了侮辱他。当初不选我。现在就感觉比较艰难，就是潇潇战队一下变成最强战队了。好，沈玉林队决定保留。耶！不抢人啊！即将使用复活卡的是马薇薇队和秋晨这2个队。来，其他2队请往后排序。来，你们2队到这边来。沈玉林和秋晨，你们可以从已经淘汰的人里面直接复活。马薇薇把那个牌转回来。明显就是不想用嘛。我们要从这个淘汰区当中要复活秦教授。耶！我们也要。我们
先使用的。我们先说了，我们也要。当时我跟薇薇因为过于慌乱，我们的脑子都堵住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可以从淘汰的人里面去选人，我们以为是在待定区选人，可能我们当时慌了。你说要是复活，肯定是复活淘汰的，怎么会要复活待定呢？待定的都还没选。马薇薇，我们马薇薇，你看你们俩还有等我们商量一下，我们阵型被打破了，现在心理创伤很大。聪明反被聪明误，剧本肯定永远都是这样，越嚣张的越惨。哎，薇薇，你这个复活卡可以留着呀，你们后期用呀。你也可以留着，留着下次用啊。不复活。对的，对的，对的。好，选择了不复活。因为我没有想好第二方案，这可能是我的失策吧。我没有想过，万一要是出现了抢人，第二个我应该选谁？只有你们2队目前还缺人是吗？对啊。你们缺几个？我们缺2个。你们缺2个。马薇薇，你们呢？缺1个。缺1个。嗯。现在我们有请所有待定的遗珠，看看有什么可以捞回现场的明珠。来，有请各位。马薇薇要从遗珠里面选择1个，黄志忠要从遗珠里面选择2个。当时我其实已经很绝望了，你们也知道他们都不是在我们的名单里面，但没办法，不是因为他们太差，是因为我们不在一个起步点，对这个节目的目标不一样。来，选择加菲的请举手。选择奶茶的请举手。奶茶，你请回到战队当中。谢谢你救我。选择刘云奇的请举手。选择游思斌的请举手。选择未来星的请举手。请。选择3棒子的，请举手。再想一下，再想一下，想一下，再想一下。那他们应该要棒子吧？再想一下。输赢对我个人不是很重要，可是输赢对如今重要，而如今对我很重要。好残酷啊！妈呀！我一直很想组一个很好的队形，起码我们1、2、3遍得凑齐。但是我必须说，他们都不是最好的队员，他们在现今的表现都不是最优的表现。我是想拿冠军，但是我必须带着他们一起，然后可能得花比薇薇姐的队伍更多的努力，才有可能。3棒子啊，3棒，3棒，3棒子。选择3棒，谢谢，棒子。我今天看了后来队伍成型的样子，我觉得我比较替黄执中那一队担心他们好像深色的选手比较多，这很吃力耶。如今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来参加辩论，我们各自说了各自的原因，然后如今告诉我们说我为什么参加辩论，是因为他真的爱辩论，而现在他已经退役了，他已经老了，他再打2年就打不了了。奇葩说就是他唯一打辩论的舞台了。谢谢你，如今老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可以，加油！我会努力准备这个比赛，去帮如今老师赢。我还想对如今老师说一句话，就是他的人生不止这个比赛，他还有更多更精彩的内容值得去获得。